嗨，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新疆到底是如何一步步伊斯兰化的。回鹘最初叫做回纥，公元788年，回纥的首领奏请唐朝允许改回纥为回鹘。到了公元840年，漠北草原的回鹘被霞迦斯击败，而后灭亡。而灭掉回鹘的这个霞迦斯，也就是当今吉尔吉斯的先民。可见现在生活在中亚和新疆的这两个民族，当年都生活在蒙古高原。自此，漠北的回鹘一部分内迁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分3路迁徙。一支迁入河西走廊，成为56个民族当中的裕固族；第二支迁入吐鲁番盆地，也就是现在新疆的东部，成为高昌回鹘或西周回鹘；第三支迁入葱岭西楚河一带，成为葱岭西回鹘。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横跨现在的中国、塔吉克和阿富汗。而正是这一支建立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喀拉汗王朝。喀拉汗王朝是由漠北回鹘西迁到葱岭以西的一支，联合当地葛罗路等其他民族和部落，在西域汉人政权悉数被灭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又称黑汗。第一代可汗为卡迪尔汗。而喀拉汗王朝在建立之初呢，国内的多数城邦都是信奉大乘佛教，没错，就是佛教。由于南疆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入口，所以这些城邦自然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早在喀拉汗王朝建立之前很久，他们就在盆地周围建造了无数的佛寺、建筑、绘画和雕塑，其中包括之前提到的《鬼吹灯》里面的精绝古城，还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古城等。大家如果有幸去到新疆的若羌县，可以参观一下楼兰博物馆，墙壁上的3尊佛陀雕像即可说明一切。当然，除了佛教之外，王朝的宗教格局也是多样化的，拜火教、摩尼教和萨满教等等，这些宗教也都在西域有着较为广泛的支持者，但其中伊斯兰教却鲜有信众，甚至都不在竞争的行列里面。从公元900年左右开始，部分维吾尔人开始从腾格里，也就是原蒙古萨满教，皈依大乘佛教。这是吐鲁番石窟中回鹘僧人和汉僧的壁画。而后随着唐帝国的土崩瓦解，中原进入了5代十国时期，而新疆也进入了3国时期。注意，不是中原的3国，而是西域3国。其中维吾尔人建立了2个王朝，喀拉汗王朝和高昌回鹘，还有一个是之前提到过的新疆土著，也是玉石敬德的祖先佛国于田。而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发生了什么呢？那个不可一世的阿巴斯王朝，也就是与盛唐作战的黑衣大食，也已分崩离析。这其中曾经被阿拉伯人征服过的波斯人建立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刚好与维吾尔人建立的信奉腾格里和佛教的喀拉汗王朝接壤了。历史有诸多的巧合，伊斯兰得以进入新疆，却是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情而发生的。在一次萨曼王朝争夺王位的内讧中，一位波斯王子纳斯尔夺位失败，潜逃到了新疆喀什，寻求喀拉汗王朝的保护。喀拉汗王朝2代汗王的弟弟收留了他，认为这是一次难得可以扶持亲维吾尔的萨曼王朝的好机会，并任命他为阿图什地区的行政长官。虽然喀拉汗王朝敌视在新疆传播伊斯兰教，但这一次波斯王子用了巧计，就是跟后来葡萄牙人用牛皮绳圈地割占澳门一样的方法。他杀了一头牛，把牛皮割成细条连接起来，然后用这条牛皮绳围了很大的一块地，并在此地上建造了一座清真寺。这就是现在的阿图什大清真寺，已经矗立了1200年。这也是新疆历史上第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自此，伊斯兰教开始在新疆生根。
此后，这位波斯王子也没有闲着，他结识了继承权也同样被剥夺的喀拉汗王朝2代汗之子萨图克。两位王子都有着相似的命运，而迅速成为好友。不久，萨图克就在纳斯尔的说教下秘密加入了伊斯兰教。公元910年，萨图克在中亚穆斯林萨曼王朝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在其叔父拒绝信仰伊斯兰教后杀害了他，登上了喀拉汗王朝的汗位。自此，喀拉汗王朝的绿化开始了。萨图克继位后，就利用权力在所能控制的地区强行推行伊斯兰教，并将所有的佛寺拆毁，僧侣赶走。这是位于喀什市东北约30公里处的莫尔佛塔，是一座古代佛教遗迹，始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此塔在10世纪初伊斯兰教正式传入喀什噶尔后，摩尔佛塔寺院在战火中也逐渐消失了。时间到了公元960年，他的儿子穆萨在位的时候，开始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至此，回鹘迁往中亚新疆西部的一支，已在波斯萨曼王朝的影响下完全伊斯兰化，而他们的同胞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回鹘仍笃信佛教。而正是这一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北宋初建。而此时的大宋王朝还在为统一中原、收复燕云16州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西顾。此后，喀拉汗王朝便把伊斯兰教引入他所能控制的所有地区，展开了与其他国家和宗教的竞争。新疆的三国志继续进行，其中的另外2国于田和高昌回鹘又联合吐蕃诸部这些信奉佛教的部落，对绿化的喀拉汗王朝展开了反击战，开始了长达40年的宗教战争。最终，此战以喀拉汗王朝的胜利而告终。公元1004年，存在南疆1230多年的千年佛国于田被灭。这一年，北宋和辽经过多年鏖战之后，签订了澶渊之盟。自此，整个以佛教为主的南疆被归入到了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喀拉汗王朝。于田佛国自汉代起依附西域都护府，再到唐代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从壁画中可见，无不透露着浓浓的汉唐文化。此地直到清乾隆24年，即公元1759年，才重新被划入中原的版图，但那时的这里早已被伊斯兰化完成。此后的新疆3国变为2国，这是一场维吾尔人的同族战争。由于高昌回鹘此前支持同为佛教的于田，所以喀拉汗王朝对高昌回鹘恨之入骨。此后，喀拉汗伊斯兰对同族的高昌回鹘佛教徒展开了长达100年的圣战。伊斯兰的军队多次攻入高昌回鹘境内，对被视为盗贼和恶狗的回鹘同胞兄弟进行了残酷的杀戮。而在宗教上面，就像在于田一样，大肆进行文化的毁灭。喀拉汗王朝的穆斯林和今天在阿富汗破坏巴米扬大佛的塔利班一模一样，千年未变。而这是用高科技复原的它的最初的面貌，而应用这种技术复原他们的，竟然是2个中国人。这是吐鲁番高昌古城中被抹去脸的佛像。就这样，伊斯兰穆斯林持续地向东扩张，而佛教徒们只能顽强地抵抗。这种圣战持续了100年，直到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出现，才告终止。那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到底是谁呢？那我们下期视频再给大家揭晓，好吧？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
这是我们一群重走丝路的中国人送给巴尼扬的礼物。也希望这微弱的一束光照亮这儿的人。